复联4上映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想找一个完美的马克85可动模型。毕竟作为钢铁侠的最后一套战甲，马克85的造型设计确实对得起这个地位。首先，马克85的外形融合了很多漫画中的特征，面罩两端的尖角以及金色带有肌肉轮廓的大腿，明显是源自漫画经典造型。腰上的两条黄色线条也看得出是取材于漫画中的血刃战甲。真的别再把普利丁 Age 叫血鞭了 ，Age 也有刃的意思。泽塔奥特曼的阿尔法 Age 形态译名不就是阿尔法利刃吗？从复联4的拍摄花絮和早期的宣传海报来看，马克85一开始是不存在的。漫威最初的打算就是两部都用马克50，毕竟按照设定，马克50只需要补充纳米材料就可以修复，根本没必要造个新的出来。但是这个改动无疑是成功的。马克85在马克50肌肉造型的基础上，增加了很多折线的设计，显得更加硬朗。而且在特效上也增加了机械变形的过程，弥补了50缺乏机械感的缺点。但是反观玩具市场，很难找到一个各方面都完美的。SHF 关节割裂，腰间比夸张；预魔道纸尿裤大肩甲，中洞只可远观。HT 大问题没有，但是小问题也很难忽视。其他部位做错我都能装没看见，但是胸灯这么有辨识度的部位都能做错，就挺膈应的。之前还一直寄希望于 3Zero， 低饱和度的色调，光滑如玉的无损漆面，身形拿捏的也比较准，简直就是先天85圣体。结果最后拉了坨大的，关节分割完全不考虑美观，配色还能错一大堆，关键是品控也翻车了。到最后挑来挑去，还是入了 Mafex。Mafex 在轮廓和配色这种硬性特征的还原上，完全挑不出任何问题。比如说大腿根的红金银三色交汇处 ，Mafex 是为数不多涂对了的。整体的身形比例匀称，关节过渡也比较自然。要说缺点的话，那就是锐度了，全身的细节特别糊，不知道还以为拿橡皮泥揉的。开模精度低一直是 Mafex 的传统异能，其他角色还能应付，但遇到复杂的机甲类角色就不够看了。还有就是漆面颗粒感太强，而且溢漆也比较严重，对比相同市场定位的 SHF， 高下立判。能选 Mafex 那纯粹是矮子里面拔高个了。看一下可动，抬头的幅度特别大，因为它里边连接头盔的这个关节是一个向后折的。低头的话幅度也可以，左右摆头幅度也挺大。扭头的话可以达到90度，但是得注意脖子根的这个漆面不要刮到了。手臂平举90度不到，前抬的话360度没有啥问题。然后手臂的根部也可以转动。然后曲肘的话，这个角度差不多有个135度了。手腕翻动、转动这都不用说。然后看一下腰部的，向前弯腰、向后弯腰、左右弯腰，然后还有转腰，幅度都挺大的。腿部前踢90度，侧踢也有个差不多45度吧。然后屈膝这个角度也有差不多150度了。然后看一下脚部，脚部的话，先把脚后跟这个零件给它向后翻，这样的话向前向后都有一个不错的幅度，左右的接地也够用。配件也是一大亮点，电影里用到的武器全给了。这里边无线手套和2个替换头雕在最初的官图里边是没有的，这些配件都是在官图公布1年之后追加的。追加配件这种事儿在玩玩圈是相当罕见的。之前 Hot Toys 的内战版战争机器也追加过一次武器，这颗真人头做的也是相当的好，单论模具应该是市面上最像的了。如果找手艺人重涂一下，绝对神中神。在我玩过的玩具里 ，Mafex 这个厂商是最符合我胃口的，还原度高，配件量大，早些年价格也不贵，就是产能实在太低了。隔壁 SHF 出货跟下饺子一样，Mafex 一年就憋出1-2个，这些年出的漫威角色我扳个指头都能数过来，而且他出东西还不考虑热度。今年1月份 Mafex 居然公布了一个金钱豹，电影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角色人气也一般，这销量能高吗？我都替他着急。反正能出总归是好事，时不时的可以收几个老角色，怀念一下青春。希望 Mafex 越做越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